欧洲力挺乌克兰，1627亿美元贷款到账，一直打到胜利为止。第19轮制裁启动，严厉措施让俄加密货币无处可逃。匈牙利服软，新入欧方案出台。乌克兰加入欧盟取得突破。乌战机低空飞行，摧毁俄南部基地。乌军猎杀瓦尔代雷达，俄军预警史诗级削弱。普京重申勒索协议，俄叙谈崩，俄罗斯失去海外军事基地。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总有人说，特朗普的承诺就像一张假钞，看似昂贵，实则一文不值。白宫发生的争吵让这段话更有含金量。这次白宫会谈，泽连斯基已经看透了，重要的不是特朗普的态度，而是乌克兰自己抵抗的决心，以及欧洲朋友的帮助。面对特朗普与俄罗斯两座大山，乌克兰和欧盟只有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才有生路可言。比起特朗普的犹犹豫豫，欧洲那边就干脆多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想法，打，一直打到俄军投降为止。面对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施压，欧洲立马急了，欲动用被冻结的俄资产，紧急支援乌克兰。据相关报道，欧洲领导人确定在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对被冻结的约1627亿美元俄罗斯资产达成一致，全部用作贷款提供给乌克兰。欧洲官员相信，该峰会将为欧盟委员会打开绿灯，使其迅速提出一项分批提供贷款的提案，帮助乌克兰用于购买武器。毫无疑问，美国的反水让欧洲的危机意识提升到了一个不属于它的高度。毕竟，谁能保证，若是今天给了俄罗斯一个顿巴斯，那明天谁又能保证美国不会让自己也割让一个顿巴斯给俄罗斯呢？另一方面，法国还单独站出来力挺乌克兰。马克龙在斯洛文尼亚 MED9 峰会上表示，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他们正以非凡勇气抵抗侵略。接着又宣布将于10月24日举办志愿联盟峰会，届时泽连斯基也将前往伦敦出席。而之所以紧急召开这个峰会，说到底还是前几天特朗普与普京的那通电话。据说特朗普与普京在电话里相谈甚欢，快结束时还不忍挂断，随后约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面对面会晤。不过具体会晤时间尚不清楚，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原本为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峰会，现在的核心任务居然变成了应对美俄把欧洲排除和平进程之外的危机。具体内容上，峰会聚焦能源与战后武器供应。武器供应已经提到，通过提供大量资金贷款为乌克兰供应源源不断的军事装备，这个我们已经聊过，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欧盟对俄第19轮制裁的进度如何了。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外长会议结束后宣布，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将在10月23日的领导人会议上敲定。该制裁一度被称作史上最严制裁措施，直接瞄准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内容包括提前1年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全面封锁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交易，最后将118艘影子船队船只列入黑名单。之所以将第19轮制裁称为最严格制裁，在于其首次覆盖了加密货币平台以及45家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的企业，这几乎彻底封堵俄罗斯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战争资金的漏洞。之前俄罗斯好歹能借助加密货币偷偷摸摸搞创收，现在不但加密货币加不了密了，连外面的企业恐怕也不敢再给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了。如果说前18轮制裁只让俄罗斯的 GDP 缩水了 5% 到 7%， 那么这第19轮制裁就相当于给俄罗斯经济盖上了最后的棺材板。俄罗斯无法再通过第三国转运、虚报能源出口单据等方式继续维持相当规模的收入，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没了战争资金链条，俄罗斯经济底库都要掉下来了。更不用说特朗普还让莫迪亲口承诺印度减少俄油的购买量，失去这个最大的金主之一，俄罗斯本就不富裕的家底现在更加雪上加霜。制裁10月23日敲定，10月24日举行的峰会应该会对这个制裁方案再进行补充。总而言之，欧盟正在尽最大努力削弱俄罗斯的实力。除了经济的制裁，军事上欧盟也在重拳出击。欧盟正在为乌克兰士兵提供训练，训练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群士兵在随后会投入俄乌战争中，成为刺向俄军最锋利的一把匕首。此外，为了更好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北约还为其打造了坚硬盾牌。如美国的军工企业 Bell Textron 公司也在不久前宣布，他们计划在乌克兰建立生产基地，主要用于直升机的组装和维修。又或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乌克兰开设工厂，为乌军提供弹药和装甲车。这些举动在俄乌战争之初都是无法想象的，他们都曾被莫斯科视为红线，现在被一一跨越。
红线也就成了压倒俄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北约此举是为了断绝俄罗斯在战后再度挑起战火的野心。通过上述报道，如果我们将特朗普反复横挑的态度和欧盟对乌克兰不断提升的援助力度对比，就能看出，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乌克兰最坚实的支持者。掏钱掏枪也就罢了，还帮你训练人，现在更是想自己扛着大炮阻击俄军。有这样的盟友，火力军真心为乌克兰感到高兴。当然，乌克兰自己也很争气，提交的入欧申请有望在12月取得突破，更是在战场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乌克兰副总理塔拉斯·卡奇卡向政治报透露，最迟今年12月底，乌克兰将在加入欧盟的申请上取得突破。关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消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2022年，这事就开始被提及。同年，泽连斯基就已签署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各种资料，随后获批，帮乌克兰搞了个入盟候选国的身份。然而，候选容易，入盟难。入盟过程需要27个成员国全部批准同意才能加入。这其中，作为俄罗斯小弟的匈牙利总喜欢给乌克兰使绊子。照匈牙利的说法，欧盟最大的优势之一是稳定性，突然接纳处于战争状态乌克兰，会将欧盟的稳定毁于一旦。给人一种只要他匈牙利在欧盟一天，乌克兰就别想成为其中一员的错觉。那卡西卡又为什么肯定12月份乌克兰加入欧盟会取得重大突破呢？面对匈牙利的反对，欧盟经过3年多的研究，似乎找到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即欧盟的新成员不再具备否决全欧盟范围政策和决策的权利。啥意思呢？简单理解就是给乌克兰安了一个小股东的身份，可以参与部分欧盟决策的投票，权力虽然不大，但好歹确立了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于该方案，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赞不绝口，大力倡导清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障碍，几乎是赤裸裸地表明乌克兰我罩的。也是这样的强硬表态，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反对国几乎没有了意义。当然，乌克兰今年能否加入欧盟还不能100%确定，毕竟在欧盟最新理事会结论草案中还没有看到任何扩大欧盟的字眼。很显然，在俄乌战争局势没有彻底清晰前，欧盟各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急于实现这个想法。这说明乌克兰还有一段路要走，接下来大家不妨做好期待。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援助乌克兰同时，乌克兰也在帮助着欧洲。在英国伦敦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3名乌克兰第3军团的战地医护人员，同样也是3位美丽的姑娘，前往伦敦参加 BAFTA 项目的传记电影首映活动的路上，意外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3位姑娘立即让司机停车，冲上去为伤势严重的伤者提供紧急处理。姑娘们有着丰富的战地救护经验，这种情况自然是小场面。一番处理，伤者的伤情在现场就得到了稳定，随后才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事实证明，乌克兰与欧盟始终处于同一战线，这条战线不仅仅局限于前线，还覆盖在后方。而这已经不是乌克兰军人第一次在欧洲境内这样做了。对于欧洲来说，乌克兰的前线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既是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领土，也是为了保护背后的欧洲，支持乌克兰，也就等于保护欧洲的和平事业不会被俄军野蛮的炮火吞噬。战场方向、战线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激烈程度丝毫不减。扎波罗热的战事还在继续，乌克兰击退了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还顺带摧毁了俄军的南部基地。图恩报消息，俄军在下午2点对小托克马奇卡等地发动了所谓的机械化攻势。这次俄军来势汹汹，一口气派出26辆坦克装甲车，出动第711摩托化部队进行协同作战。但好几波冲锋都被乌军顽强的抵抗粉碎，无法突破防御圈也就罢了。面对乌军紧随而来的密集火炮和 FPV 无人机群，俄军几乎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多辆坦克和战车当场变成了废铁。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的坦克营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在阵地外围对俄军的装甲部队进行了火力压制，有效支援了无人机部队的行动。这一幕令人感慨，战争初期的乌克兰面对俄军的装甲旅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现在却能派出自己的装甲部队跟俄军当面对线，还打得对方抱头鼠窜，俄军估计都傻了眼。在空中，乌军的战机对南部一带也发起了猛烈的轰炸。相关报道透露，乌军一架米格29以超低空的姿态飞过俄军基地附近，这种极富挑衅意味的飞行方式几乎是踩在俄军的坟头上蹦迪。不过呢，乌军很有礼貌，他送了2个玩具给俄军，他们是2枚法国的 ASM 制导炸弹。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俄军基地上空很快被浓烟覆盖，大量建筑与仓库变成了水泥碎片。经此一役，俄军士兵的士气估计也跟着裂开，变成了碎片。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传来消息，乌军无人系统部的专家成功定位并摧毁了俄罗斯的瓦尔代雷达。这种雷达针对探测和对抗小型无人机而研制，
是俄罗斯最新的反无人机技术之一。它的摧毁不仅代表着俄军战术上的损失，也象征着莫斯科试图通过技术优势占领克里米亚的打算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通俗而言，摧毁瓦尔代雷达让俄军探测、追踪乌克兰无人机行动的能力得到史诗级削弱，也为乌克兰无人机进行更深层次、更频繁的打击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东部红军村方向，乌军也在持续清除着试图渗透此地的俄军，部队正在附近沿线构建无人机网，阵地前沿可以发现大量俄军装甲的残骸。总的来说，乌军的反击打得俄军手足无措，随着战事的推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回到乌克兰的怀抱。除了俄乌战场，另一个国际战场，俄军也遭遇了重大惨败。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雷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就连俄罗斯媒体也提前开香槟，认为俄罗斯又能恢复叙利亚的2个重要军事基地了。结果别说军事基地，还能不能继续跟叙利亚保持纯洁友谊的关系都成了大问题。据莫斯科时报的消息，沙雷未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俄罗斯想要恢复在叙利亚的2个军事基地哈尔图斯军港和赫梅明空军基地，依旧遥遥无期。除此之外，引渡叙利亚前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计划也谈崩了。报道确认，俄罗斯政府表态拒绝将阿萨德交给叙利亚县政府，阿萨德政府与俄罗斯政府签署的所有协议也都进入了暂停流程。实话实说，叙俄谈崩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笔怎么算都不会亏本的买卖。普京只要点点头，动动手指签份文件，把人交给叙利亚，就能换来2座重要军事基地的控制权。可别小看了这2个地方，一来俄军在上面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二来其地理位置极其特殊，控制的基地就拥有了地中海的战略主动权，还方便与土耳其进行军事联动。叙利亚也乐见其成，有俄军坐镇，国内再乱能乱到哪里去？就是这样一笔双赢的好买卖，却被普京给玩脱了。叙利亚外长阿萨德·西巴尼证实，谈判之所以破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贪。俄罗斯的贪得无厌远远出乎叙利亚的想象。据西巴尼描述，阿萨德政府之前与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可以称之为勒索。沙雷访问莫斯科，就是想与普京敲定新政府的新协议，尽量争取引渡阿萨德的机会，筹码就是手中的2座军事基地。但普京却似乎并不想完全放弃旧协议，甚至还想在旧协议的基础上再度加码。关于这些协议，具体内容并无详细资料，但根据勒索2字可以看出，俄罗斯势必狮子大开口。一些报道透露了某些内幕，例如关于军事基地的租约，俄罗斯希望按阿萨德政府时期签订的协议来，也就是一直租到2066年。沿用旧协议还不够，俄罗斯甚至想将租约延长至2099年。不过租期延长并不代表租金提高，恰恰相反，叙利亚还得给俄罗斯倒贴。按俄罗斯的说法，阿萨德政府时期欠了俄罗斯80亿美元的债务，那么新政府是不是也得还一还？还是不可能还的，沙雷没有任何答应的理由。叙利亚国内对阿萨德的痛恨已经到了一喊阿萨德的名字，路过的野狗也要义愤填膺的地步。沙雷要是同意替阿萨德还钱，估计叙利亚又要多一位背井离乡的总统，刚好他还能返回莫斯科，根据说沉迷电子游戏的阿萨德交流一下病情。租约没谈拢，债务没谈拢，其他问题自然也聊得一塌糊涂。有相关报道表示，在克里姆林宫长达2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沙雷与普京还交涉了旧协议的其他内容，比如将债务减免与基地使用权挂钩，俄罗斯军舰可自由进港口，叙利亚无权检查物资，以及基地周围20公里领空归俄罗斯管。毫无疑问，普京想将这些内容都保留下来作为交换，他会将阿萨德归还给叙利亚，中间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要火力军说，俄罗斯还是太大度了，没有让叙利亚直接把2个军事基地免费送给自己，或者直接宣布基地附近土地从此姓俄，就已经很给沙雷面子了。毕竟你虽然叫沙雷，但他可是沙俄。一场谈判下来，叙利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反而比谈判前更糟糕。谈判艺术这方面，果然普京是行家，因为看似谈判破裂，实则侧面展现了俄罗斯的大国气概。正如传奇劝架王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言，请你对总统大人表现出应有的 respect。 对普京而言，叙利亚的 respect 就是满足他的一切贪婪。当然，结果也是大快人心的，俄罗斯彻底失去了自己的2座海外军事基地，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而这次谈判之后，叙利亚将逐渐打消引渡阿萨德回国的想法。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手上再也没有更具分量的足以打动叙利亚的筹码，这一切都是俄罗斯自找的。总而言之，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俘以及对泽连斯基的施压，虽然打乱了乌克兰乃至欧洲武力威慑俄罗斯的计划，但依旧无法改变乌欧行动升级。
俄罗斯节节败退的现状。欧洲各国还在持续强化装备，更不用说推出的2030年军事计划已经提到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面对欧洲各国的全力一击，俄罗斯没有任何胜算，唯一的胜算只能寄托在继续与特朗普多打几个电话，祈求他向俄罗斯援助战俘上面。当然，要建立在特朗普的态度不会再度180度大转弯的前提上。除此之外，乌克兰的无人机每天也没望继续光顾俄罗斯的电油厂、天然气厂等目标。俄军没有归还侵略的土地以及停止侵略前，乌军的打击也不会停止。俄罗斯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普京打不动了，赢不了，也停不下来。乌克兰已经不是2022年战争初期的乌克兰，离开特朗普，乌克兰也会让俄罗斯付出足够的代价，无论代价多大，都是俄罗斯应得的。正如欧洲对俄罗斯一贯的态度，一直打到俄军投降为止。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布达佩斯美俄会将在什么时候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又是否会在今年实现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